那个 Orange Cat，你他妈有病是不是？换你妈的台湾护照，台湾你妈是中国的，你他妈给我记住，王八蛋！你台湾上的护照写的什么？The Republic of China，你给我他妈滚！听到没有？你的护照上写的不是他妈台湾，你自己去看一下你的护照上写的什么。换你妈台湾护照！我告诉你，他妈迟早你他妈得他妈换，你他妈得换护照。刚刚看完电玩科技 AK 的YouTube 直播，他在现场辱骂台湾网友的事情，真的是让我三观碎了一地。本来这个 AK 呢，他是想要参加苹果1年1度的 WWDC 大会，但是他在去申请美签的时候被拒签了。然后在和YouTube 网友聊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有一个台湾网友建议他不如考虑去换一个台湾护照。不知道这个事情是哪里碰触到了 AK 的敏感神经，导致他直接破防，在直播现场当时就对着这个网友破口大骂而且不仅仅是这样他后来又还发了一些声明，我觉得他的这个声明真的看完之后让人一言难尽。说说我个人的看法不管他到底为什么会被拒签呢 ，AK 在 YouTube 直播的时候，这个事情处理得非常不体面。我们先不知道我们先不管到底是这个网友是调侃你，还是有意的要挑衅激怒你。你就算是这个网友不对，那你骂他也就应该回敬给这个网友就好了，肯定没有任何理由要迁怒给全体的台湾人，还在声明里面说什么要封台湾的 IP， 你还真把自己当个人你还真他妈以为自己是谁有个40万粉丝就飘了是吧？以为王思聪找你帮个忙做个事情，你就觉得自己是个人物找不到北了吗？我本来其实对于这个 AK 没有什么好恶，因为自己不需要翻墙，所以它的内容对我来说也并不是那么的有意义。虽然他前一段时间蹭这个王思聪的流量这个吃相难看了一点，但是我也能够理解，毕竟做一个 YouTuber 大家都不容易，对不对？只是呢，在这个现场直播的时候破口大骂，然后满嘴脏话这件事情，或许真的是彻底暴露了这一个人的涵养和他做人的一个底色。所以说实话，在现实生活当中，我是肯定不想和这种人有什么交集的。关于大陆和台湾这种在华人当中永恒的议题呢，我想可以尝试从海外华人的角度，以一个更加抽离、更加就是独立的第三方的视角来说一说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吧。首先，我想海峡两岸目前分治的现状，不管你是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其实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所以以这个为基础呢，台湾护照它就是一个正儿八经的护照，它目前有100多个免签国呢，所以证明这个世界上的绝大多数的国家实际上是能够普遍接受和认可这个护照的。所以 AK 你他妈算个屁你是到底能够代表外交部呢，还是能够代表这100多个国家？就一句话就能把人家的这个护照降级成了旅行证件了吗？我觉得还真他妈挺搞笑的。我是有点不太能够理解这到底是台湾护照怎么得罪他了，怎么激怒他了呢？我自己身边的一些海外华人的朋友，尤其是从大陆出来的，他们很多人其实就是居留时间到了以后，入籍之后都不太愿意轻易放弃自己身为中国人的根，所以如果到时候 PRC 不可得的话呢，其实他们一直愿意把台湾护照作为一个备选项。我想中文 YouTuber 王志安他也就曾经公开表达过这种观点，虽然不知道实操起来这种可行性高不高，但是大家都认为这理论上来说是可能的。当然我听说最近呢，台湾不再承认大陆同胞是中华民国的国民，不知道海外侨胞的这条路是不是已经被堵死了。但是不管怎么样都好了这至少说明在海外华人群体当中，大家对于台湾护照的认可都还是蛮普遍的。在后面的一些话呢，我觉得 AK 他就说的相当的难听了说什么台湾根本就不是美国的盟友，是美国的一条狗，是美国的炮灰什么什么的。
其实啊，真的要这样对骂的话呢，人家对岸也能说你大陆是俄罗斯的走狗，是这个北极熊的孝子。我觉得话说到这个层面，就已经属于泼妇骂街，没什么意思了再继续沟通下去也不会有任何有意义的结果。所以我只能说呢，就是因为像 AK 这样的人太多了，造成的影响太恶劣了，台湾才不敢也不愿意和祖国统一嘛。你这种行为呢，其实是属于破坏了祖国统一严格意义上来说，你应该是属于中华民族历史的罪人，对不对？我有一个在国台办工作的大学同学，他呢虽然一直被我嘲笑说他迂腐，但是他是真心的信仰祖国统一的10年如一日，也一直在身体力行的做着促进两岸同胞沟通和相互交流的事情。我相信他这个人是绝对干不出 AK 这种出格的事情出来的，所以哪怕是在体制内工作，对于他我也是一直敬佩有加的。当年呢，我所在的公司曾经计划进入台湾市场，所以呢，我规划了拜访当地一些业界大佬的一些商务行程。虽然大家素昧平生，但是所有被我联系的这些公司呢，他们的回复都非常的及时，也非常的有礼貌，沟通起来非常的顺畅。虽然因为种种原因呢，最终我未能成行，但这个过程当中，我对于台湾同胞展现出来的这种温文尔雅、亲和、有礼貌的做派，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自己呢，在这边有一个好朋友，就是台湾人，我们是来加拿大以后才认识的。在大家无话不谈之后，其实我才有机会知道他本人的一些政治倾向。就算大家并非在所有的政治议题上都能够保持一致，但我们其实也能够几乎无话不谈，相处非常融洽。作为台湾同胞，他不仅仅是与我，而与其他来自大陆的一些华人也相处得非常好。所以呢，其实一旦揭开了贴在我们身上的这些政治标签，一旦是抽离了这些有争议性的政治议题的话呢，说到底，人与人之间相处看的是人品，人品好就值得交往，不管你是粉红还是反贼。人品不好，哪怕你是联合国册封的道德楷模，政治无限正确，在现实世界当中，咱也只能对你敬而远之。所以 PRC 也好， ROC 也罢，护照政治体制国体国号什么什么都好，终究说到底都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终究都是浮云。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最终能够沉淀下来，能够传承下来的是中华文化，是华人的身份认同。在我心目当中，鲜活的文化传承，有温度的个体，其实远比国家、政府、政党这些变化的政治概念更加重要。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中国，华人这个群体只要还存在一天，在这个世界上，中华文化就永远不会幻灭。所以你自己每一个华人，你代表的就是中国，代表的就是中华。你自己的言行其实就代表着其他文明对于中华文明的一些看法。从这一个角度来说，在直播当中满口脏话的这个 AK， 他绝对没有资格说自己是正统，他更没有资格瞧不起保留了更多中华传承的台湾，用国家和民族大义为自己的失态做遮羞布，这正是我最不耻 AK 的地方。反正因为台湾观众也没有多少，最多占比 8%、9%， 对不对？所以炒作一波，说不定还能够在墙内捞到更多的政治好处。这里处处透露出来的算计和鸡贼，是让人更不屑的地方。我就不知道到底是和台独势力做斗争这个功劳更大呢，还是教唆40万人翻墙这个罪过更大？建议呢，有关部门咱们可以先奖励 AK 250，再判大个4年5年的。我觉得这也算是绝对宽宏大量、非常秉公办理的一个处理了。
所以我非常赞同某一些网友给 AK 的留言。AK 他的确是不配去美国的，他最好是永远留在墙内，好好的研究怎么样翻墙，哪个国家都别去了，去了也是给中国人、给华人丢脸。如果您赞成我今天分享的观点的话，请点赞并转发，让这个视频得到更广泛的传播。感谢您观看我的视频，祝您有心情愉悦的一天，谢谢。